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如何通过更贴近实际生活的方法，把中文真正学到可以自如交流的程度。没错，这个其实是很多中文学习者都关心的话题。对，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我们先从以年开始吧，就是那个在上海地铁站发生的小故事，你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当时的情况？没问题。几年前，在上海的一个地铁站里，有一个加纳的小伙子，他站在奶茶点单机前很苦恼，因为他只想买一杯奶茶，但是面对屏幕上的字和图标，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操作。他一边尝试看图标认字，一边还拿出手机搜索怎么点单。因为后面排队的人越来越多，他就显得越来越紧张。我想知道在这个时候有没有人上去帮他呢？当然有啦，一个中国女生看到后就走过去问他需不需要帮忙。那个小伙子挠挠头说他学了半年中文，但是一到现实生活中就什么都不会说了。然后那个女生就帮他点了单，还鼓励了他几句。他最后接过奶茶时松了口气，说如果课堂上学的中文能直接在生活里用就好了。其实很多人学中文都会遇到这种问题，就是在课堂上学的和在实际生活中用的完全是两回事。没错没错，这个小插曲也让作者意识到，大部分人学中文其实不是学不会，而是学错了方向。对，很多人把中文当成一个考试项目，拼命的背单词和语法，但在餐厅依然不会点菜，或者会说我会说中文，却不敢跟出租车司机开口。那作者是专门为哪类中文学习者写的这篇文章呢？这篇文章是写给那些学了一段时间中文但觉得进步不明显的人，以及觉得中文越学越抽象，想提升口语和听力但总踩雷的朋友。没错，还有那些想快速进步但不知道从哪儿开始的人。作者说，如果愿意花20分钟阅读，就会得到一条更有效、更贴近真实生活的中文快速学习路径。了解了。那我们来讨论一下，为什么很多人觉得中文难学？其实中文的难点和大家想象的一样吗？中文难学其实是世界公认的，但是大部分人强调的难点并不是真正阻碍学习者的部分。对，就比如说很多人一提到中文就被汉字的结构吓到，但其实汉字难在数量，而不是难在逻辑。这么说的话，其实汉字还是有一定规律的，对吗？对，比如说修就是人靠着树，明是日和月合起来表示明亮，好是女和子，问是门里有个人在说话。是的，所以一旦把这些偏旁部首理解了之后，很多看似很陌生的字其实都是有线索有逻辑的谜题。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人学了很多中文词汇，但是在跟中国人聊天的时候还是会懵，这是为什么呢？这就跟中文的特点有关了。中文其实是一种非常依赖语境的语言，它不像英语一样有非常明显的句子结构，很多时候要靠感觉、靠场景，甚至有的时候要靠逻辑跳跃才能真正明白它的意思。这么说的话，光靠背单词是远远不够的，对不对？完全没错。就比如说可以和可以表达的是完全不同的态度。你吃了吗？也不一定真的是在问你有没有吃饭。是的，随便可能是让你决定，也有可能是我不想说，但你最好懂。其实中文的意思30%是靠字词本身，70%是靠语气、语境和使用情境。所以就算背了2000个词，没有语境的输入，还是没有办法看懂中国人的微信聊天。那为什么说学中文不能只靠课堂？因为中文其实是一种生活语言，光靠课堂上的学习是不够的。没错，必须要在真实的情境里面去听，真实的聊天去看，真实的短视频，多跟中国人交流，并且敢于在实际生活里面去犯错。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掌握中文的表达习惯。所以就是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接触中文的机会越多，你的进步才会越快，对不对？是这样的，课堂上只能教最基础的东西，但是中文里面很多的习惯用语，还有一些文化背景，必须要在真实的生活环境里面反复的去体会才行。所以真正决定你学习速度的，就是你在真实生活当中使用中文的频率。说的很有道理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核心内容，是作者根据10几年的教学经验总结出来的快速学好中文的5大系统。这5大系统为什么要一起推进？因为这5大系统是相辅相成的，就像健身一样，不能只练胸不练腿。对，要想真正的快速掌握中文，听说读写以及语言环境这5个方面必须要一起发展，这样才能够均衡的进步，不会有短板。OK， 第一个系统是输入要真实化，而不是教科书化。那这个真实化的输入到底有多重要？简单来说，学中文最快的方法就是让中文进入日常生活。很多人只学课本上的内容，但课本对话和现实中的交流差别很大。比如课本上会说你叫什么名字，但实际上中国人会说哥们儿你叫啥。
这种真实的表达课本上是很难学到的。对，所以要想让中文真正火起来，就要通过抖音、小红书、中国的播客、中文电视剧以及微信朋友圈这些渠道去接触真实的语言环境。明白了。那第二个，系统输出要频繁化，哪怕说得不完美。很多人说害怕说中文，担心自己说错，或者说用词不地道，这种心态会对学习造成多大的影响？这种心态其实特别常见，但是说得少反而会让学习效率大打折扣。语言学习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你说错越多，进步越快。对，就像作者观察到的，有2个学生，一个学生很认真，但总是不开口；另一个学生每天都积极表达，即使说的不怎么好。半年后，那个敢说的学生进步明显更大。因为每一次开口都会刺激大脑，让中文的表达路径更牢固。每犯一个错误，其实都是在自我修正；每得到一次反馈，都会让语感变得更敏锐。所以说的烂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害怕而不开口。确实是这样的。那词汇要场景化，而不是死记硬背。为什么死记硬背的词汇表在实际交流当中总是想不起来用？这是因为如果你只是单纯的背饭店椅子、优秀这种孤立的单词，大脑根本不知道这些词应该在什么场合用。对，所以背了几十个词也很难在对话中想起来。看来就是说，词汇的记忆和实际运用之间是有一道坎儿的。只有把词汇放到场景里面去记，效果才会好。比如说在餐厅的场景下去记服务员点菜、推荐微辣、打包买单这些表达，这样在真实的情境中才能够马上想起来该怎么说。语法要体感化，而不是概念化。很多人学中文语法觉得特别头疼，是不是因为用学英语语法的思路来学中文，所以才会觉得难？没错，其实中文语法本身并没有那么难。很多人觉得难是因为总是想用英语的逻辑去套中文。对，比如说了并不等于过去式，会能可以的区别也不是在语法上，而是在具体的情境里。把字句也不是一个必须要学的结构，但是在口语当中却很常用。还有是的结构其实是用来强调语气的，而不是一个严格的语法规则。如果不用语法规则去分析，而是通过大量的真实例句去体会，是不是会更好？是的，是的，就不要去纠结那些语法概念，而是要多去看真实的例子，在句子当中自己去找规律，并且要大胆的去造句和开口表达。多听中国人是怎么说的，慢慢的就会形成一种语法的直觉。因为语法本质上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是要靠大量的输入和输出才能获得的。OK， 那建立自己的中文生活系统为什么能成为学中文的加速器？因为当你把中文变成日常生活的默认输入时，学习效率就会大大提升。比如把手机系统语言改成中文， YouTube 只看中文频道，买菜打车网购都尽量用中文，每天写中文日记，或者找中国朋友聊天，用 ChatGPT 练习对话，甚至连获取科技、财经、娱乐、新闻这些知识的渠道都改成中文的。对，当中文不再只是学习的对象，而是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时，进步自然会快很多。确实是这样啊。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讲一讲案例故事了，就是3个学生的真实转变。第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工程师，他背了3000个中文单词，却还是开不了口。他到底遇到了哪些难题？这个工程师最大的问题就是太依赖课本，而且他特别害怕自己说错，对语法的要求也近乎完美主义，所以导致他在开口表达的时候特别紧张，总是说不出来。后来他是怎么打破这个瓶颈呢？作者让他每天花10分钟刷抖音，去接触一些真实的中文表达。然后每周跟作者进行一次中文对话练习，还要求他写语境笔记，把自己遇到的一些地道的用法都记下来。就这样坚持了3个月，他就可以用中文开会了，聊天也变得更自然，听力也从完全听不懂到能够抓住关键词。他的这个突破就是因为有了真实的输入和勇敢的表达。有一个女生，她只学了半年中文就可以在中国独立生活了，她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个女生的秘诀就是她特别爱说，而且不怕犯错，也不怕尴尬。她自己经常开玩笑说，她有一个超级能力叫做厚脸皮，不管能不能听懂，她总是抢着开口说。无论是出租车司机、店员，还是小区里的奶奶，都成了她的中文老师。所以她进步非常快。半年之后就可以自如的用中文生活，还能跟小朋友一起开玩笑。还有那个非洲留学生用中文拍 vlog， 他的这个学习方法有什么特别之处？他每天都会模仿中国 vlog 里面的一些文案，比如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我真的被自己笑死了，这操作也太离谱了吧。这些都是课本上根本学不到的真实的表达。就这样坚持了1年之后，他的中文就非常的自然，以至于中国人都以为他是在中国长大的。
看来学习方法确实很重要啊。那接下来的内容是对学习者的10条实用建议，这些建议都非常的可操作。作者都给出了哪些具体的练习方法呢？作者给出的建议都非常的简单直接，比如说每天听10分钟的中文短视频，虽然一开始可能听不懂全部的内容，但是对语感的培养非常有帮助。还有就是把手机系统语言改成中文，虽然一开始会觉得很别扭，但是进步会非常的快。每天尝试造5个句子，不需要多么完美，重点是要开口说出来。然后可以找一个中国朋友，不是帮你纠正语法错误，而是可以陪你聊日常的那种。还可以去模仿你喜欢的博主的一些表达方式，就像小孩子模仿大人说话一样。听起来这些方法都很贴近生活，有没有一些可以利用 AI 或者场景练习来提升口语的建议？当然有啦，比如说用 ChatGPT 模拟在餐厅点菜，跟房东谈租房，叫外卖，参加工作会议或者是问路等各种真实场景，越贴近现实，练习效果越好。另外背单词的时候，最好是按照场景来记，比如餐厅、医院、地铁等。学习表达组合也很重要，像有点贵、有点麻烦、有点累，这种搭配要比单独去记10个形容词更实用。没错，最重要的是不要去纠结语法是不是完美，首先要保证别人能够听懂你在说什么，因为语言最重要的是沟通。最后把中文和自己的兴趣爱好结合起来，比如爱看健身视频就找中文的健身视频，爱打游戏就关注中文的游戏主播，这样兴趣会成为最强的学习动力。好的，我们最后要聊的话题是中文是慢的，但成长是突然的。为什么很多人在学中文的过程当中会觉得自己一直没有进步，结果某一天却发现自己有了质的飞跃？其实学中文就像挖井一样，可能连续3个月都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突破，但是某一天你就突然发现你能听懂店员说什么了，能在微信群里自如的聊天了，能看懂80%的中文 vlog 了，甚至能脱口而出一些地道的表达，比如真的假的，太夸张了吧？这些进步都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只不过是在某一个时刻集中爆发了。所以说学中文最重要的就是要持之以恒，对不对？对，学中文拼的不是谁更聪明，而是谁更有耐心让中文融入自己的生活。从最开始的我不会说中文，到最后真正的可以做到我用中文过生活，这才是最大的成功。没错，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怎么用真实场景和日常交流把中文真正的学到生活里，希望这些方法和故事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动力。好啦，这就是本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拜拜。拜拜。